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鱼儿的频道。上一期视频呢，给大家分享了Diver 的6个好用的现成的模板感兴趣的伙伴呢可以去看一下啊。就算你是新手了，那就可以直接套用修改内容就可以了。那在今天这期视频里面呢，小鱼儿呢会一步一步的教大家怎么样使用 Hostinger 的 AI 建站呢，来搭建一个属于你自己的一个网站。那么这里呢，我会把每一个步骤的话都详细的进行讲解。那么相信你看到最后呢，也会用 AI 搭建一个既漂亮又专业的网站。那么首先我们要搭建网站呢，需要注册一个 Hostinger 的账号。这里 Hostinger 的链接呢，小鱼儿呢已经放在了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和评论区，那大家可以点击我的视频，那鼠标往下拉，可以看到在这里呢有一个更多按钮，点开就可以找到这里 Hostinger 一个网站可以找到 Hostinger 的一个网站主机域名。那这里呢你可以直接点击下面这个链接就可以来到 Hostinger 的这个页面。那大家呢可以暂停视频，打开链接，跟着我呢一起来进行实操。 OK， 你们准备好了吗？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了。第一次进到 Hostinger 呢，大家可能会看到这样的一个英文的界面。这里呢也不要着急我们可以把它直接切换成中文。我们鼠标回到左上角这里有一个英文的这个一个国旗，我们直接点进来。在这里呢，主流国家的语言都有你可以选择一个适合你的语言。那这呢，我们就直接点这个中文。OK， 可以看到这里呢，它就全部都变成了一个中文。这个呢也是给大家推荐 Hostinger 的一个原因它有一个中文界面，并且呢它还有一个中文的客服。那么有任何问题呢，你可以点击右下角的这里一个客服就可以把你的问题输入到里面呢，在这里呢点击一个发送。那么这里呢，我们需要做网站呢，我们需要一个服务器就是我们的一个主机服务器它要储存我们网站的这样一个服务器。那么我们就可以直接在 Hostinger 呢这里购买一个这样的套餐。那我们可以看到Hostinger 里面呢，它一共有3个套餐供我们选择，并且这个套餐呢，它是支持30天的一个退款可以无风险的试用。那意思就是呢，你在30天之内呢，有任何的问题或者不满意你都可以来这里来申请退款。这里3个套餐呢，这里呢最受欢迎的就是中间的这个套餐。那我也推荐大家呢使用中间。那如果说你的预算比较多手头比较宽裕的情况下呢，那么你也可以选择第3个套餐。那这个第2个套餐呢，它会比第1个基础的套餐呢稍微要强大一点，功能呢要更全一点，并且呢它里面呢还可以帮你创建一个电商网站。如果说你的预算有限的话，那当然你也可以选择第1个。那么第1个呢，它就比较适合呢建一些比较基础的网站。那它第3个套餐呢就叫一个云套餐。那么这个套餐里面呢，它和前面2个套餐呢，它的区别呢就在于呢，鼠标往下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个专用的 IP 地址。那这个专用的 IP 地址呢，也就是说它只供你的一个网站使用。那么前面2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没有专用 IP 呢，它是一个都是属于一个共享 IP。那所谓的一个共享主机呢，它里面包含很多网站。如果说别人的网站呢在搜索引擎里面出现了一些问题，那如果你用的是一个共享 IP 呢，可能会影响到你的一个网站。那如果你使用的是这个专用 IP， 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那么你就想要更完美一点的，那么你就可以选择第3个套餐。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拿第2个套餐呢来给大家去演示。我们直接点击这里选择套餐。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考虑第2个问题，我们要选择一个时长，一个时间周期，你购买你要买多久。那这里呢选择有1个月、1年、2年、48个月。个人建议因为在这里呢你做网站，那么不可能做1个月就不做了，那至少是1年、3年、5年。那么网站做得越久了，你获得的权重就越高你的权重越高呢，
那么你的权重越高，那在谷歌里面搜索引擎里面呢，那你的排名就会越靠前。那你的排名越靠前呢，你的网站里的一些免费的流量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这个就是做网站一定要做的长久。所以这里呢，我建议大家选择24个月或者48个月。那这个续费周期呢，它还有一个区别就在于呢，那么你的续费价格也会不一样如果说你选择1个月这里给大家看一下，那么你选择1个月它1个月要99美金，并且它的续费价格也是99美金，就是100美金这个就相当的不划算了。那我们再看一下24个月的。那这里24个月的你可以看到了，它每个月的价格呢只需要28.99美金刚才1个月的美金呢是需要99.991个月的一个费用，那么这里只需要28.99，并且呢它的一个续费价格呢是在71.99就是80美金1个月刚才是99.99。那么这个是24个月。接下来呢给大家看一下48个月的。这里48个月的呢，可以看到它的价格更低从刚才的28美金掉到了24美金，并且呢，它的续费价格呢，从原来的71美金2年的24个月的71美金掉到了64.99美金。那么就是说，你购买的时间越久，那你的续费价格呢就会越低，并且它还免费赠送你域名加2个月的一个主机服务器的一个时间加起来呢，就一共拥有了50个月。这个就是买的越久就越划算，你买的周期越长那你获得的优惠呢就越多到时候你的续费价格呢也会更便宜这里比如说我选择48个月，选好之后呢，我们点击这里一个继续。那这里不要紧你到任何时候你都不用担心因为它可以看到有一个30天的一个退款保障不管你买多少个月，那么你不满意呢，你到时候都可以来申请一个退款在30天内接下来填一下你的账单信息，这里居住国家呢就按照你的国家去填写就可以了。再往下呢，我们就点一个继续。那么这里没注册的朋友呢，可能你需要先注册一下你可以在这里呢注册一个 Hostinger 的账户，你可以用你的邮箱直接登录也可以的，没有的话你就可以去注册一下就可以了。因为我这里已经有了，所以我就直接就登录进来了。接下来呢，就需要填写一下你的卡号可以填写一下你的卡号。这里呢，你可以看到右边呢是费用，那左边呢是填写你的卡号。接下来我们就到了这个付款页面你这里填一下你想要选择哪一种付款方式，可以看一下这里呢它一共有好几种方式可以付款。第一呢，可以用你的银行卡，那么还可以用你的一个 PayPal 账号用你的 PayPal 账号也可以用你的 Google Pay 也可以下面呢用你的一个支付宝也是可以的。那么国内的伙伴呢，可以选择支付宝付款直接选择这个支付宝，然后点击这里去支付。这里呢，我们再点一个继续。那接下来呢拿出你的手机呢来扫码支付用你的支付宝来扫这个2维码支付就可以了。那这个价格也是相当划算，我们可以看到后面的总金额。那么你用支付宝，它会直接把这个美元呢兑换成人民币然后直接扫过去那么应该是1200块钱左右4年的时间这里直接进行支付，扫码支付就可以了。付款成功之后呢，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直接回到 Hostinger 的页面，直接点击登录。那用你刚才呢注册的一个Hostinger 来进行一个登录。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了 Hostinger 的一个后台。那我们点击左边的鼠标回到左边，这里有一个网站，我们点一个网站列表。以后呢，你建的所有网站呢都会展示在这个下面。那么如果说你选的是第2或者是第3个套餐，那么第2个呢是可以建100个网站。如果说你选择的是第2个套餐呢，它可以在里面搭建100个网站。那你选的是第3个套餐呢，那它可以在里面搭建300个网站所以说在这里呢，你不用担心没有搭好没有关系，那么删除了你还可以再重新再建。那接下来呢，我们鼠标点击右边这里一个添加网站，点击一下，我们选择
第一个呢是用 WordPress 呢灵活建站，第二个呢是用 Hostinger 的一个 AI 人工智能建站。那么我们就可以呢先用Hostinger 的这个人工智能呢来建站对于新手来说呢，这个也是我们就点击它。那么对于新手来说呢，用 AI 建站呢，它是最简单、最快速的一个方式可以通过人工智能的一个方式呢进行建站就非常的简单。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需要描述一下你网站的名字。那在这里呢，英文不好的朋友呢，可以跟小鱼儿一样你可以在你的电脑在你的这个谷歌里面呢安装一个沉浸式翻译。安装好之后呢，那在这里呢，我来给大家简单讲解怎么样安装这个沉浸式翻译那你打开你的谷歌在这里搜索一个沉浸式翻译，第一个你直接点击进来在这里呢有一个谷歌的一个扩展，那么你点进去就可以了。点进来呢，这里呢你这里点一个添加至你的这个浏览器就可以了因为我这里已经添加过了，我就不再添加，大家就点这里。点这里之后呢，你就会在你的屏幕上方右上方呢可以看到，你把它在这里呢，它是一个扩展程序的一个图标你点开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中英文翻译，点一下后面的这一个钉呢，可以把它钉在这个上方那么每次我们就不用去点开这个扩展程序直接就可以点这个呢来帮我们翻译。 OK， 我们就点一下它，点一个翻译它是中英文都有这样就不影响你看英文也可以，看中文也可以首先呢，第一个呢是需要输入你的一个品牌名。那么这里呢，你可以描述一下你网站的名字。刚开始的时候呢，那可以使用英文来描述一下。比如说这里你想让 AI 给你搭建一个什么网站，比如说呢，我想这儿英文不好的朋友呢也不要紧我们可以找到这个谷歌翻译。那比如说我想做一个教育培训，这里给它翻译成英文，那我们这里复制一下，把它粘贴到这个里面来。它让你用几句话描述你的项目或者品牌，在这里呢，你只需要描述一下你想创建的网站的类型。那么这里呢 ，Hostinger 呢，它就会根据你的需求呢，来生成一个来制定一个模板。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模板呢，按照自己的需求去进行一个修改和调整。那这里呢，其实比如说现在的一个电子商务电子商务呢是比较火爆的，也可以用这个电子商务来。我们来搭建一个电子商务网站把它输入到这里面，英文输入进来。这里呢，你不知道怎么描述呢，可以使用 GPT 那让 GPT 来帮我们描述一下。比如说，那你可以告诉 GPT 你的公司呢主要是做什么的叫 GPT 来帮你写一个网站的描述。这里如果说你还没有 GPT 的话，那么视频下方呢也有个 GPT 的一个账号大家可以去租一个来用用这里它可以帮我们写很多文案脚本。这儿我就比如说，我打算建一个电子商务网站，帮我主要销售电子产品，帮我写一个网站的描述，帮我写一个网站的大概描述 OK， 然后发送。它这里有点长了，我们就简短一点，就把中间这个复制一下，把它翻译成一个英文，复制一下，我们就来粘贴到这个里面。那下面呢，他会问你他有个建议将在线商店呢添加到我的网站。这里你需要就点不需要可以暂时呢也可以先不用勾选。这儿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呢直接创建网站，下面呢或者使用一个预制模板，我们就点上面这个，直接点创建网站。OK， 那这里 AI 呢，它会自动的帮我们生成一个网站。第一次创建呢，大家也不要着急。如果创建的不满意了，你可以返回来继续让它来帮我们重新生成。那么你可以多试几次试到你满意为止可以看到它正在最后的润色，速度非常的快也就是几十秒的时间1分钟都不要。那这个网站可以看到已经搭建完成了，它已经帮我们
搭建完成了一个网站。可能我们平时大家都知道小鱼儿之前有教大家搭建网站，可能都需要几个小时，可以看到2-3个小时搭建一个网站。但是现在的 AI 人工智能呢，真的取代了很多这种物力人力取代了很多一些不必要的一些麻烦，可以节省很多的时间。旁边可以看到呢，这里呢它还会让你可以更改你站点的一个颜色比如说这个颜色你不太喜欢，那么这里你可以看一下，可以换一个颜色比如说我试一下这个颜色你点哪个颜色可以看一下它就会帮你用哪一个颜色。 OK， 让鼠标往下拉，我们可以预览一下这个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还是非常专业的一个网站。那么这里可以看你觉得这个网站还可以的话，那么你就可以直接把它保留。那如果说你觉得不可以呢，鼠标回到左上角，那这里有一个再次创建，我们点击一下它这里就是让它重新再帮我们创建这儿呢，比如说那我这里呢就可以再更改一下你的一个描述你网站的这个。那么我们回到 GPT 这里，那我告诉他我的网站主要销售人工智能产品，修改一下描述，网站的大概描述。那这里你可以来稍微修改一下你的提示词，我们点击一个发送。这一次呢，那我们就可以把它整个这个里面的我们都把它复制下来，翻译成一个英文。那这里我们先用英文也不要紧了，后面我们可以再去改后面我们再去把它改成中文都可以。点击一个复制再回到这里，那我们把它输入到这个下面。接下来呢，可以看到这里呢，它有提醒我们建议呢将在线商店呢添加到我的网站。这里我们可以把它添加，点击一个重新这就是重新再创建网站了这是品牌，比如说我前面再加一个小鱼儿，点击一个创建。那么你可以看到它告诉我们你网站的最近的5个版本呢将保存在版本历史记录中到时候我们要看的话，你可以去这里面找。接下来可以看到它就在开始帮我们编写独特的内容，寻找匹配的图片挑选恰到好处的颜色尝试字体样式，设计网页布局可以看一下真的非常的快速这是它的一个进展也就1分钟的时间。看一下1分钟的时间，那么我们的一个网站就搭建好了。这里建议大家使用英文英文它理解起来会更加的容易那接下来呢，你可以英文网站我们可以手动来更改一下它里面的内容就可以了。这里其实你也可以尝试一下用中文来试一下也是可以的这个历史的版本也能看见。用中文呢生成出来的效果呢，它没有英文生成出来的一个效果好。那我们可以生成好了之后来改成中文，那么我们就可以接下来呢，我们可以来预览一下我们的这个网店首先呢，它有了一个可以看到它有一个首页的一个功能还有一个这里面还有商店已经给我们添加进来了。那还有一个博客文章，那这里呢有产品，那这个上面总体的一个菜单，那这后面呢还有一个购物袋。这个呢你要搭建一个在线商城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这一次如果说你觉得还满意你鼠标往下拉可以看一下，如果觉得还满意，你就可以直接在这里呢点击继续。那如果不满意呢，可以点一个再次创建，可以点击再次创建。那这次呢我就先不添加这个在线商城呢，就先不添加，直接点一个创建网站。如果你对 AI 建站感兴趣，或者对搭建网站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订阅小鱼儿的频道。那么你可以来看一下小鱼儿的这一期视频零基础 WordPress 搭站WordPress 搭建网站非常基础并且非常详细的一期教程。建议呢想搭建网站的朋友呢可以都来看看这里我会把链接放在这个右上角。那我们看一下这里已经搭建好了，这儿你可以看一下，如果说满意的情况下呢，那我们就可以进行到下一步，我们来更改它里面的内容这里颜色呢你也可以替换一下，如果说你不喜欢它这种配色那这边呢我们可以来改一下它的一个配色，我觉得这个颜色还不错。选好之后呢，我们就点击一个继续点击右上角这里有个继续。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进入到了一个编辑页面
如果说你想看一下手机端的一个效果呢，我们鼠标往上啊，回到这个右上角，这里有一个平板啊，这里有一个电脑端，那这里有个手机端，我们点一下手机端。那我们鼠标往下拉啊，你可以看到它在手机端上面的一个效果啊，这个手机端的一个效果呢还是非常不错的啊。我们回到这里，回到我们的这个 PC 端，目前的话，我们的网站呢，这里呢有4个页面啊，你可以看到有4个页面。那么每一个页面呢，你就可以直接点击查看。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首页，第二个呢是一个产品页啊，看一下。第三个呢是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页面，后面呢是一个联系我们的一个页面啊，看一下。那总共4个页面。那么每个人呢，可能你和刚才写的文案，我们写的这个网站的描述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它生成出来的页面呢，可能都会有一些不同，这上面呢可能都会有一些不同。假如说你做的是一个你做的是一个酒店网站，它可能会在这个上面呢增加一个酒店预订的一个功能它会自动的帮你加到菜单栏上面来。它会根据你的你生成的网站不同，那么这个上面的菜单栏呢，它会有所变动，它会自动的帮你加到你的菜单栏里面。顶部这上面是我们顶部的一个菜单栏。那左边这里呢，就是我们的一个 logo。那鼠标往下拉呢，这里呢就是我们网站的一个 slogan 就是一个口号。那再往下呢，可以看到是一些文字信息。再往下拉呢，你可以看到这里呢是一个每一个区块你可以看到，那这里呢就是一个大的一个顶部栏。那么鼠标往下拉，每一个区块呢，你可以看到了，它都有一个模块那外面呢可以看到你选中这个模块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个蓝色的一个框，那把它框起来就证明了你已经这个区块选中了这个模块。那你的鼠标移到哪里呢？你点击一下呢它的这个模块呢就会外面的这个框呢就会呈现出来，它外面就会显示对应的一个轮廓。那么这样的话你就会知道，那你现在呢你可以编辑哪个页面。比如说我点这里可以看到它会有一个蓝色的框，那点这里也是同样那么你想更改哪个区块，那么你就把鼠标移到哪一个区块。那每一个区块里面呢，它都有很多元素，比如说有文字、有图片有或者按钮等等。那这些呢都是一些元素，也是我们常说的一个小部件就是这些呢，它就会帮我们构成一个我们网站的内容。那我们鼠标往下拉这里呢会有一些图片，我们再往下拉，这里呢是一个评论的一个区块。那么每一个区块呢，你想更改都很容易比如说这里你选中它了那你都可以在这里鼠标往左边移动，这里有个编辑文本，你点一下它你就可以直接在这里，比如说直接在这里编辑你的文本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我们只需要在原始的这个位置上面在它原位置在这里直接更改就可以了。那我可以把它全部删除不要那么你可以看到它就只有这样。那如果说我不小心删除错了，你可以点一个 Ctrl 加 Z 你可以选择恢复也是可以的。那么这里可以看到它还会有一个按钮，那这个按钮呢你也可以点中它，这里也有一个编辑按钮，点一下它你就可以直接在这个里面来输入比如说一家小店，可以看到那直接就可以把这里文本给它改掉。那这里呢你还可以给这个按钮来给它添加一个网址，比如说你这里点开你想让它链接到哪一个页面，那么你这下面呢你就可以选择哪一个页面。那如果说选好之后呢，它会直接就会呈现出来。当有人点到这个按钮的时候呢，它就会跳转到一个对应的一个页面。这里呢，如果说这里面没有你想要的页面呢，那我们还可以在这里呢自定义一个页面把你的链接比如说我想展示一下我的这个油管的这个频道，那我复制一下那我直接把这个呢我的油管的一个链接呢直接加入进来也是可以的。下面呢在新窗口打开呢，把它打开勾选一下，那这样呢它就不会把当前的页面呢冲的就没有了它会另外打开一个窗口这样就不影响当前的一个窗口所以这个呢一定要打开。那么这里设置好之后呢
你还鼠标往后点，你可以看到这里还可以填充颜色啊，文本的颜色、字体的大小都可以改啊。好了之后我们就点这个叉给它关掉就可以了。那你比如说这个按钮呢，我觉得放到这里呢，我觉得不太好看。那么你还可以拖动它啊，你可以拖动它，更换它的一个位置啊。但是你可以看到它只能在中间这个区域进行一个更改，那你不可能拖到外面这个区域，你拖不出去啊。它就把它拖到这里来了，我们再把它拖回来啊，放到这个位置。那你可以鼠标按住鼠标的一个左键啊，按住不动，我们就可以把它进行拖拽啊。你想放在哪个位置都是 OK 的。比如说我想放到这里，就放到这个位置。那如果说你想换上面的这个图片呢，也很简单。比如说我们点一下它，这里点这个编辑图片啊，鼠标在右边这里可以看到替换图片，那么我们可以点一个替换图片啊。如果说这里面没有呢，你可以点击这里上传一张图片。那这里呢，点击一个图片啊，我把我自己的图片呢给它上传进来。那它里面呢可以看到它里面有一些还有一些免费的图片，可以看一下这里有一些免费的图片。那么这个下面呢，你还可以用它里面的一个图片，我们点好之后直接选择点击上传，可以看到这里呢，我们图片呢已经更换成功了。我们点这个叉给它关掉就可以了。那这里呢，你如果说想在你的网站上增加一个新的区块或者增加一些新的元素啊，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你可以看到在这里呢，它会有一个加号啊，你可以添加一些东西进来。我们鼠标回到左边，这里有一个加号，我们点击一下它啊，添加元素，点开。那比如说我想在这里呢来添加，那么我想添加一个形状进来啊，那我就直接点一下啊，可以看到这里就添加进来了。那如果说这里我不想要，我们点击这里有个撤回键。那或者说呢，我再点一下这个加，我要添加一个按钮进来，那我就把这个按钮呢可以直接拖过来也是可以的。那这个按钮你还可以移动它的一个你想让它放在哪个位置，那么你就把它放在哪个位置，可以看一下鼠标按住左键，我们就可以拖动它比如说放在这里。那如果说你觉得上面这个区域呢，它的间距不够或者说你觉得它上下的间距不够，有点窄，那么这里还有可以看到这里会有一个上下箭头的一个符号，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拉高它的距离，把这里呢让它展示的更宽一点。这个图片呢，我们还可以往下挪一点，可以看到那么我们都可以整体可以移动它的位置把按钮往下移动一点。所以这里宽窄呢，我们也是可以自行调整的这个页面的高度我们可以自行调整。我觉得这个放在这个位置可以。那我想要来更改一下它的内容，我们同样点击一下它，点这上面的一个编辑按钮我们可以来改里面的文字，比如说在里面输入一个更多详情 OK。 那这里按钮的一个颜色那我们点一个风格，那这里是填充的黑色，我们点一下后面的黑色，那我还可以给它换成一个淡淡的一个颜色，你也可以给它换成一个粉色或者说呢你还可以把它换成一个蓝色，换成一个这样的粉色。那这里文本的颜色呢，这里呢我们也可以给它换成一个黑色可以看到呢它就会把这个颜色来给显现出来。那字体的大小呢，这里你还可以调整它的一个大小，可以看一下字体的大小也是可以调整的。下面呢有一个边框的宽度你可以看一下边框的一个，你想让它颜色更深一点，可以看到这里边框的颜色就变深了那还有一个圆角半径你想让它变得更圆还是那如果说把它拉到底那它会更圆，那你也可以让它变成一个长方形，看一下它就变成了一个长方形。我们还是点中间这个风格，那我让它变成一个圆角，那圆角会更有设计感。那同时呢可以看到呢它是有悬停的，那么我们鼠标移上去的时候它会变颜色，那这个黑色不好看，我们点这里有一个悬停，我们把这个颜色给它改一下比如说我给它改成一个带点蓝色的 OK。可以看到我们鼠标放上去的时候它会变成这个蓝色好了之后可以看到直接点这个叉关掉就可以了，更改好了。这个呢就是增加一个按钮并且更改按钮里面的一些内容的一个方式。那么在这里呢，如果说我们想要添加一个新的区块进来呢，也是非常的简单，没有问题。那么我们鼠标可以看到它
每一个衔接的地方啊，上下2个区块呢，它都这里中间都有一个添加这儿我们直接点这一个加号在这里面可以看到它里面有很多现成的这个模块，你可以在左边看一下。那这里呢，你可以这里你除了有现成的模块呢，你还可以添加空白模块看一下这个空白模块就添加进来了。那你还可以在里面呢你来编辑这个里面你想要布局，想要怎么样布局一下也是可以的，或者说想要添加一个背景颜色这里呢你点这里颜色，比如说我给它变成一个红色那你可以在这里面更改它的颜色。那这个区域呢，我不想要了，我这里有个删除键，直接就把它删除了。那这儿呢，我们还可以选它现成的一些模块比如说这边左边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些分类它有博客的可以看它可以添加一个博客的一个模块还可以添加一个网上商城，也可以添加这样的一个区块。那这里还可以添加一个单个产品的，比如说你是卖什么产品的，你也可以添加单个产品。那这里呢还有一些模块，当然还有一个关于我们的一个模块，看一下这里呢有关于我们的模块。那这还有一个关于服务方面的，这里还有一个产品类别，那这个添加一个产品的一个模块，还有联系表单订阅表单等等。那下面还有地图这些非常的多。比如说你要添加一个图像也是没有问题的，可以看到左边非常的多。那幻灯片、视频、菜单、常见问题，那这些都有比如说我在这里呢添加一个产品的类别，那这里呢我就选一个，点一个可以看到这里就添加进来了。进来之后呢，你同样你把它改一下内容把你的图片点击上传进来就可以了。那么点了你可以看到它会自动的加载进来非常的方便你可以把上面所有相关的内容改成你自己的就可以了。删除也非常的简单它这里都有一个删除的键，右上角找到这个删除键，直接一键就可以删除了。这里比如说这个图片，我就点击我在编辑图片，这里我要上传一个图片我就选择一个，它这里面有免费的图片这里面我就随意的在这个里面选一张，添加到页面，可以看到这里就选上了这里如果说你不想要我们还可以把上一步给它直接撤销操作也很简单，鼠标回到右上角，这里有一个撤回的按钮，那么我们点一下 OK， 那这里就没有了，直接就回到你刚才没有操作的那一步去了。那当我们增加了一个区域以后呢，建议大家呢最好看一下我们的手机端有没有问题你可以比如说我刚才加了这样一个页面，我们鼠标往上拉看一下我们手机端有没有问题。那么鼠标往下拉这个是我刚才添加的一个区域，看一下没有问题它只是把一行变成了2行这个地方没有问题。那么我们再回到 PC 端那这里呢，比如说这里呢我可以删除掉一个，那这个我也不要，把它删除掉，这儿就留下来一个，我把它往中间挪，每一个可以看到它每一个都可以挪的就这样子 OK。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我的一个手机端，可以看到它就只呈现了一个了刚才呈现了2个，这就是我新增加的一个区块。那手机端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流量基本上每天他都花很多时间，他都会看手机大部分的人呢，这个流量呢，它都来源于我们的手机，所以我们不要忽略了这一个重点。那么其实现在呢 Hostinger 它设计的模板呢已经适配的非常的完美了，就不管是在 PC 端还是在手机端你可以看到它都能完美的融合到手机端它的区域也变小了。在手机端呢，如果说你想修改了也是完全没有问题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它这里如果说你觉得它这里太长了，那我们还是可以把它往上拉，我们可以让它窄一点比如说这个上面呢我们都可以去对它进行一个调整看一下这里包括里面的字体呢也是我们同样也是可以去进行一个更改的。如果说你更改手机端的一个内容呢，那它是不会影响到我们电脑端的，就是说这里你不管改什么呢，那我们的电脑端呢它是不会发生一个变化的。比如说这里呢我来给它改一下，这里更改文本 A 改
便生活。OK， 这里完了之后，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电脑端这个地方，我再把它拉的，我把它缩短一点，我们看一下。那我们的 PC 端可以看到它是没有任何变化的。那接下来我们可以再次回到我们的手机端这儿啊，在手机端这里，比如说我不想让这个显示呢，或者说呢你不想让某一个区块呢，让它不想让它显示呢，我们这里可以选中它。那后面呢，在这里有一个显示或者隐藏呢，这里我们可以点击一下。比如说呢，我只想让它在电脑端可见，这里手机端我不想让它，我们就把这个上面这个给它关掉啊，这个呢它就不会出现在手机端。那同样呢，我们来到电脑端，比如说像这个按钮，那这个按钮我们在电脑端也是一样，我们点击它。那我不想让它在电脑端显示，我们点击在后啊这个眼睛我们点一下。那我不想让它在电脑端显示，我们就把电脑端给它关掉。那我就把它关掉。或者说呢，我只想让它在电脑端显示，不想它在手机上显示，那我们就把这个给它关掉就 OK 了。那这个呢，它就只会出现在我们的电脑端。那么这些呢，大家都可以进行一个调整。那每一个地方呢，你都可以来对它来进行一个更改。你可以改图片，可以改文字你可以增加内容，你也可以删除内容，甚至你还可以复制比如说这个地方呢我想把整个区域呢给它复制一个可以看到这里有个复制，点一下，那它就会再次出现一个可以看到那比如说你想要2个这样的区块，那你就复制一下就 OK 了这里呢我就把它删除。那它这里呢可以看到，它还可以给你生成一个图像本身就是 Hostinger 呢，它就是用一个 AI 来帮我们生成的一个网站它里面的 AI 功能也是非常强大的。那这里呢，你还可以调整它们的一个位置你点这个上升那么可以看到，那这个区块呢，它就跑到最上面来了。那你点下去那么它就又回到刚才的这个位置了。那这里还有一个更多你可以看到这里你还可以复制这个部分还可以选择下载这个部分。那刚才给大家讲的呢，都是在更改我们的一个首页。同样，其他的页面呢，我们也是要进行一个更改。我们鼠标往上拉，来到右上角你可以看到其他的页面。那么其他的页面呢，你点一下，它会跳转到对应的页面这是产品的页面可以看一下，这个是联系我们的一个页面。那它的更改方法呢，其实跟刚才更改首页是一样的你点中这里比如说这里呢，你想输入一点什么，你就直接在后面来输入就可以了，这样输入就可以了你直接来更改就可以了，不要的直接把它删除这里面图片进行替换，内容进行一个更改更改成你自己相关的一个内容就 OK 了方法都是一样的。可以看到我们上面呢，它有几个页面一共有4个页面。那在这里呢，如果说你想增加一个新的页面呢，也是可以的比如说我想给我的网站再增加一个新的页面，那这里呢它没有一个关于我们，那我想添加一个关于我们的页面，那怎么增加呢？我们鼠标来到左边，那在这个元素的下面呢，这里有个页面和导航，我们点击一下。那我们鼠标往下滑，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添加页面，我们就直接点击这个添加页面在这个里面呢，它内置了一些模板，那么你可以直接选择这里面的模板这里可以看到有一些生成好的页面，有空白页面，那鼠标往下拉，可以看到关于我们的一个页面，那你点击一下，这个是一个关于我们的页面。它右边可以看到它有一些模块，这些模块的话，我们可以直接进行一个创建因为它有一个现成的模块呢，就会简单很多比如说这里呢，我选择这里的第一个，我选择这边点击一下它，可以看到这上面就添加了一个关于我们的一个新的页面，它会自动的加载到我们的网站上面来。同时呢，它也会在这个菜单栏上面呢，这里呢就能看得到在这个位置就能看到对应的一个菜单。我们点击一下，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添加进来的一个新的页面。那如果说你想更换一下这个菜单栏它的一个顺序呢，也非常的简单，我们还是点击左边的一个页面和导航，点击进来。那在这里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菜单栏，它这里面呢一共
有5个。那么我们可以鼠标可以看到拖动来移动它。我想把这个呢关于我们往前挪一挪看一下它就移到前面来了。那或者说我想把这个联系我们呢往前挪一挪看一下它就跑到前面来了我们在这里呢就可以来调换它们的一个位置。那么比如说你的某一个页面呢还没有制作完成但是呢你的网站呢已经上线了我们这里呢目前设置还正在编辑它里面的内容，那么我不想让它显示在这个菜单栏那么我们可以呢就进行一个操作那当你设置好之后呢，你再让它显示出来也是可以的。那么我们怎么样让它不显示呢？这里也是有方法的。我们鼠标回到左边，那还是点击刚才的这个页面和导航。那么在这里呢会有一个settings 一个设置按钮你可以看到你不想让哪一个显示出来，比如说这一个关于我们这后面呢，你点击这3个点，那鼠标往下拉，这里有一个在导航中呢隐藏，那么这里你就可以点一下它。OK， 可以看到这个关于我们呢就已经不在了，我们就成功的把这个呢给它隐藏掉了。那当我们的这个页面制作好了之后，那我就要把它，我们这个时候呢可以让它显示出来。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回到这个页面与导航我们鼠标往下拉可以在这里可以看到这个关于我们这里呢我们鼠标还是点击后面的这3个点，那这里呢这里有一个眼睛的一个图标呢，我们点一下它让它在页面中展示，可以看到我们又把它放出来了就是在你正在操作一些页面的时候你要对它进行更改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就可以先让它隐藏起来那我们制作好了之后呢，我们又可以呢再把它点击显示出来就 OK 了，真的非常的方便那么这个顺序你可以想让它往下也可以你想让它往上也是可以的，你可以来回调动它的一个位置都没有关系都可以这样直接去调整就可以了。那么这里我们的页面制作好了之后呢，那接下来呢教大家怎么样来制定来更改我们首页的一个样式我们鼠标拉到最顶上，那我们改首页的一个样式。比如说这里呢我们来改一下我们顶部的一个菜单栏，还有我们底部的页脚，这里呢也是都需要我们来更改一下。那我们先从这个顶部开始。那更改顶部这里这个区域呢其实也非常简单，我们只要点击一下它，可以看到鼠标回到右侧，这里有一个编辑顶部栏，这里我们点一下这个就可以了。接下来你可以看到这个是我们的 logo， 我们可以在这里呢来设置一下我们 logo 的一个显示方式。比如说我让 logo 呢显示在中间，这个就是 logo 显示在中间给大家看一下，那 logo 就显示在中间了。那你也可以让 logo 呢显示在左边也可以让 logo 呢显示在上面那它这里呢一共有5种显示方式，那么你可以看一下你觉得哪一种比较喜欢，你就哪样子去把它把它设置成你喜欢的样子。你可以把它设置成你自己的喜欢的一个方式。这里布局好了之后呢，那么我们还可以在这上面呢增加一些其他的信息比如说我们这里可以点击这里第2个选择这个标头设置下面的第2个选择元素，那么我们可以在这上面呢添加一些社交媒体的账号比如说你有什么油管账号或者说有一些 IG 的一些账号呢，你想让它显示在这上面呢也是可以的。那这里可以看到它这里有3个设置，那么你想让它显示社交媒体，那你就把这个打开。那打开之后呢，你可以看到社交媒体呢它就出现在这个位置了。那在这里呢，你还可以对这个社交媒体的账号呢进行一个编辑，我们点击这一个编辑。比如说现在的话我们没有 Facebook， 那这个 Facebook 的这个后面有一个设置，我们点一下，我们把它删除那么这个就没有了。那我想在这里增加一个链接也是可以了，点击这里一个增加新链接。那我 YouTube 的一个账号呢，我把它的链接呢放到这个里面来也是可以的，我把它添加到这个里面 Ctrl 加 V， 然后呢这里勾一下那鼠标往下拉，这里你就可以看到这里一个当我们把链接添加进去之后呢，那它就会把这个自动把油管的
图标呢显示在这个位置。那鼠标再往下滑呢，这个图标的大小也是可以设置的啊。右下角这里会有个图标大小，你想让它显示大一点，可以看一下；你想让它显示的小一点也是可以的啊。这个大小呢，你可以来回拖动它来调整。接下来呢，我们鼠标再往右边这里可以看到就是一个 logo， 点击一下。那么这个 logo 呢，你可以设置你自己先提前去做好一个 logo， 我们把它上传进来，点击这里可以替换头像点一下它。那这个 logo 的话，大家一定要做成一个透明的格式这里你可以直接点击一个上传，这是我之前做好的一个 logo， 我直接把它上传进来。OK， 这里可以看到它是一个透明的一个背景一定要把背景去除。这里呢，直接点一个选择，可以看到上面呢，它就帮我替换了我的一个 logo 网站的一个 logo 就已经替换成功了。那这里 logo 的大小呢，也是可以调整的，可以看到这里呢，你可以让它变得更小拖动这个滑动它可以变得更大。那么你最大就是这个350px 一般的我们把它调到这个位置呢，就差不多了。那这里 logo 你可以看到它这里呢，还可以使用 AI 来创建你的 logo。如果说你自己没有的话，你也可以尝试一下用 AI 来生成一个 logo。那这里 logo 的话，小鱼儿呢是用这个Canva制作的制作其实也非常的简单。我们可以看到最后这里呢还有一个风格我们这里点击一下它。那么在这里你可以更改你的一个社交媒体的链接比如说看一下，你如果说有这个 IG 那你就可以直接把你的链接，把你的社交媒体账号的链接给它粘贴到这个里面来。那每一个都是可以改的，改成你自己的一个相关链接每一个都可以改。如果没有的情况下呢，比如说这个 X 没有，我们还可以给它删除这里就删除了。那或者说你想在这里新增一个链接，就点击这里一个添加新链接你可以把你的油管的这个频道的链接给加进来，就这样子点击加进来就可以了这里我已经加过了，所以我这里就把它删除。那么这里加了之后呢，你直接点击后面这个勾就可以了，点这个勾就可以了，它会自动的把油管的 logo 来直接给你提取出来你就在这个在这个菜单栏在后面这里就能看见。位置也是一样可以调换的，你可以我们可以把油管的放到最前面把这个 IG 的放到中间，可以看到这位置是可以，也是可以你拖动这前面有6个点，拖动它就可以了给上下可以，位置就可以前后左右移动。这里如果说你不想让这个社交媒体的这个图标出现在这里呢，我们也可以把它关掉你可以直接把它关掉，就显示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我们鼠标往下拉，我们可以看一下页角这里呢，它会有一个社交媒体账号专门放社交媒体账号的一个地方，我们就在菜单栏呢就不用显示了，让它显示在这个下面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就不需要重复上面这里你就直接把它关掉就可以了，直接把它关掉。鼠标回到上面你如果说你这边没有了，你再点击一下这个页角，再点这里一个编辑按钮，那么我们还可以改一下它上面菜单栏的这些颜色，我们也可以更改它。我们鼠标往下拉，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字体的颜色这是我们标题的页眉的一个文本颜色，我们也可以更改。这后面可以看到有个黑色，那你点一下它呢，这里面比如说你想变成一个蓝色，那可以看到它会变成这个颜色，或者说你想变成一个浅粉色，那么它也变成浅粉色了。你想变成一个绿色，看一下它就变成一个绿色了。所以这里颜色我们是可以更改的。那么我们还是正常让它显示成黑色。那显示成黑色可以看到它现在它是没有一个悬停颜色的。那这里可以看到还有一个悬停的颜色。那这里那么悬停的颜色这里我们可以点一下当我们鼠标放上来的时候，它会变成什么颜色这里呢我们可以选一个黄色，这个呢是这个首页的这个颜色这里你可以把首页的颜色给它改成跟其他颜色不一样这样呢方便于区分也是可以的。这里还有一个标题的背景，可以看一下，这里你也可以点一下你想给这上面的菜单栏这后面的背景，你想给它设置个颜色，看一下也是可以的。你想要什么颜色你就把它更改成什么颜色，那么不想要我们就给它恢复到原来的白色就可以了所以它后面呢也是可以加背景的。改好之后呢，我们就直接点这个叉就可以了。
可以看到啊，这里呢它就有了一个悬停的颜色啊。当我们把鼠标放上来的时候，它就会变成这种浅粉色，看一下啊，这就叫悬停。全部改好之后呢，我们鼠标往下滑，拉到底，我们来改一下底部的内容。底部的话，你可以看到啊，它有一个版权信息，那还有一些联系方式，可以看到这里。那这边还有社交媒体账号的一个显示。更改的方式呢也是一样的哈，你点到这个部分哈，你点一下它，编辑文本，那我就再点一个编辑文本，我就给它更改一下，比如说改成一个小鱼儿。那这个下面也是一样的哈，先选中，选中之后再点一个编辑文本，那么你就可以直接更改了啊。你想让字体变得更粗一点，那么你可以直接选中这里，让它加粗一点也是可以的。那字体你想要大一点，你就可以啊，也可以选择，可以看到这里字体也是可以选的啊，也可以选大一点。社交媒体账号同样点到这里的，那这里有一个编辑社交媒体账号，这里同样你可以添加新的链接，那么这个上面跟页头呢是一样的哈。那这里你还可以添加新的社交媒体链接进来，那么你也可以下面没有的呢，你也可以删除，比如说这个 X 没有，直接点击这里啊，把它删除就可以了。那这边呢你还可以把它改成一个，比如说联系，改成一个联系我们。下面电话号码可以更改一下啊，这里邮箱也可以更改一下。那接下来呢，后面呢是一个输入你的邮箱地址，那这里呢你就可以直接这个地方的话，你也想改也是可以的哈。那你可以把所有的都改成你自己相关的一些内容就可以了。那这边呢主要是访客他要输入他的邮箱，他要提供他可以提交他的邮箱信息。那么这个邮箱呢，这个位置呢是至关重要的哈。那这边如果说有访客的话，他提交他的邮箱信息这个邮件表单呢，访客他如果说想订阅我们的网站最新的消息，那他可以把他的邮箱呢直接填到这个位置直接填到这里来，后台呢就能收集到他的邮箱地址。那以后如果我们的网站有什么信息，有什么好的一些促销的活动呢，那就可以通过这个邮件地址呢给他发送信息。邮电营销是这个收集的邮箱越多，那么证明呢你的资源就越丰富哈。在美国呢，这种邮电营销呢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你有非常多的邮箱的话，那么你就相当于拥有了一个很大的市场。那么之前小鱼儿也给大家分享过一期 GetSports， 就是一个自动化邮件营销的一期课程哈。那如果说想做邮电营销的朋友呢，可以来看一下我的这一期教程，那么我会把链接呢放在视频下方和右上角哈，大家可以感兴趣的伙伴呢可以来把这个视频呢保存一下。那我们接着回来，接下来呢那就是可以看一下我们整个网站的一个颜色。如果说你想更改的话，那也很简单，比如说就像这些配色后面这些颜色像在后面这些配色你不喜欢，你也是可以改的。那我们鼠标回到左边，找到这里的网站样式，点一下，可以看到这个里面呢就有很多颜色，可以看到很多颜色。如果说你想改哪一个颜色，那我们这个网站里面使用到的所有的颜色的元素呢，它都会在这个左边显示。比如说这个蓝色，那么我们就可以来改它。那这里呢，我们鼠标回到左边，点击这里一个更改，点一下它。那这里现在呢是这个颜色了，我们想换一个颜色，我们就点这里有一个选择。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找一个自己喜欢的颜色，比如说我把它改成一个浅黄色。改好之后呢，我们就点下面一个接受那么你可以看到这边的颜色只要有这个颜色的地方呢，这个地方可以看到了，它都改成了这个颜色这下面也改了。这里我们再去把它改回来，因为这个颜色呢，它会让我们的字体呢看得不是很清晰。那我们还是选择这个颜色，那么我们又把这个颜色你还可以把它改回来。这就是改我们一些颜色，你想改其他的颜色也是可以的其他的颜色你可以看到你哪一个颜色使用了多少次。那么可以看到我们的白色是使用的最多的，我们的这种灰色也是使用了很多。那我想改一下这个灰色，点一下改变，点一个选择，我把它改成这样子淡淡的黄色给它改成这边
带一点淡淡的粉色，再点个接受。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啊，这里它有第二个来源。那么这个呢，也就是一个字体的颜色。那这里我们同样可以点击这里有个编辑样式。那首先是一个标题，那我们点击进来啊，它这里面有好几个字体的一个选择啊。那么这里你想用哪个字体啊，你都可以点这里面啊，想用哪一个字体啊，这里面呢可以看到啊，它都会更改这个字体的一个样式啊。你选中哪一个字体啊，可以在这边看，它大概显示是这个样子的。这里可以看到有标题1啊，标题2，下面啊，标题2我又用什么字体？这里你啊也可以选。那还有标题3，你要用什么颜色？那还有标题3，你要用什么字体呢？同样啊，你也可以选择这里面的一些字体，这后面都可以改的。还有标题4啊，标题5、标题6，你直接选择你要更换的字体。这里看一下，比如说我换一个这个字体啊，那么它显示就是这个样子的。那后面你还可以，这里你一改，它这些字体呢都会跟着一起改。可以看到一改了，那这些标题的地方呢，它会跟着一起改。好了之后呢，可以点击左上角这里有个返回键。那刚才我们改的是标题了，如果说你想改里面的文本的字体呢，也是同样的。接下来我们就点下面这一个啊，段落哈，这里你同样你可以选择你的喜欢的一个字体，比如说这个啊，它就是改的里面的一些文字信息了。刚才改的是标题啊，你喜欢哪一种显示方式啊？可以看这个就会变得更细了。现在啊，你想要什么你就直接来改就可以了。上面呢，我们再点击一个返回键。那么你改完字体之后呢，这里我们点这里一个叉给它关闭。那改完字体之后，我们要回到我们的网站来看一下。有的时候呢，改完了字体过后呢，你的显示方式它可能会遇到，因为每个字体它占的位置啊地方不一样，所以大家改完之后要自己先来检查一下。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鼠标这里呢，你再回来了。那如果说你不小心关掉了没关系啊，这里我们就再直接把它重新点出来。那我们接着看下一个，就是一个按钮。那这里你点一下，那这个就是一个按钮的一个显示方式。如果说你要统一改成这一个也是可以的。这里一共有3个样式，那么你喜欢哪一种风格啊，你就改成哪一种就可以。目前我们用的是这种椭圆的这种啊，它看起来更有设计感啊。每个地方可以看的都是这种椭圆的，它还有一个长方形的。这里呢，我们可以点一下这个，你要哪一个就选中。那么包括你的按钮用什么颜色，你希望你的按钮使用什么样的样式，那你在里面直接选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最后一个呢，那么这个最后一个呢，就是一个动画啊，你的每一个区块啊，你的每一个模块进行第一次加载的时候，它会使用什么样的动画啊？这里你可以试一下，比如说我们点这个啊，它就是这种显示方式，你可以看到，你观察到这边它的一个变化。那这种呢，它就是这样子从下往上滑的一个样子出场。这种呢，突然从里面闪现出来的啊，这就是这种一共是3种动画样式。这3种你可以看一下你喜欢哪一种就选哪一种。那个人建议大家这个网站呢，其实不需要什么动画啊，这个不需要，那就用这个没有的就可以了，直接这样就可以了。那网站的话肯定不用搞得太花哨了，简洁一点更好。改好之后我们就直接点击这个叉给它关掉。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网站呢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一个联系我们的一个页面。那我们要一起来改一下，鼠标往上拉，可以看到鼠标回到顶上，这里点这个联系我们。那这个联系我们的页面非常重要，可以看到这里有联系的一个内容，那下面呢还有一个地图啊，再往下呢还是我们的一个页脚。如果说你想更改里面的这个联系的这个表单，我们可以来编辑一下。那这个邮箱的话，如果说有人在我们的网站提交他的一些问题之后呢，他默认会发到，那么他默认发送到的一个邮箱地址，这里当我们选中这个部分啊，可以看到这里上面有一个编辑，这里你就可以看到啊，我把这个关掉看一下。那这里一个表单名称啊，你可以在这里改。这里直接来到这个编辑页面，那首先是一个表单的名称，那你在这里可以改一下。还有就是一个电子邮箱的地址，
那这个就是说，有人他在提交问题之后呢，他默认要发到哪一个邮箱，那么这里就要填入你的一个邮箱地址。那这就需要填入你的一个邮箱。这里呢，你可以填成你们接收的一个地址。那在这里呢，你还可以在这个下面呢再增加一个字段，比如说简单的回答问题怎么什么这些的。那你还喜欢什么访客呢？他可以在这里面填这些内容。那我们这儿还可以点击这里。第二个，那你想在下面添加什么内容，那么你就在这里来找比如说这里把这里给它改成你如何知道我们。那这鼠标往下拉你要改的话，添加联系表单。这里你要添加联系表单的话，你想在下面再多添加一个内容，那么这儿你可以鼠标往下拉，这里添加一个段点一下。可以看到这里添加出来了，这里打开添加的这个段，你这里点击这个倒三角打开，那这里你可以把标题改一下，比如说你如何发现我们的可以看到这里呢，它就有多了一个问题。那么这个地方呢，可以看到它会有一个按钮，那这个地方是必填还是可填可不填如果说必填的话，你就把这个按钮给它打开。打开之后呢，这里会出现一个五角星这个问题呢，客户呢他必须填写，如果不填写了，那这个邮箱它就提交不成功如果说你觉得这个问题不是特别的重要了，你也可以把它关闭那么顾客呢他可填可不填，但是这个邮箱是必填问题是必填。好了之后我们就直接点击把它放回去。那这个位置也是一样，你想让它比如说我想把它往上面放一点，那你就往上拖一点，可以看到它就来到了最上面。那你还可以再往上拖它就在最顶上这里。中间这里有个空白的，可以看一下，这里有个空白的，那这儿我们就直接给它删除。这里一共三个填写的地方。按钮这里呢，可以看到这边有个按钮，按钮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直接给它改成一个立即提交可以看到它就直接点击这里来提交它的邮箱和问题就可以了。这儿还有一个按钮的位置，你可以看到可以居中可以放在中间，也可以靠右也可以靠左也可以居中。其实靠左这个位置还是可以的。但如果说你想增加了那还可以点击这里呢，你也可以点击这里添加表单，点击一个段。那这里名字可以改一下，改成个名字。那这个位置呢也是可以改成你的邮箱。那你还可以在这里加一个。那么这里按钮这里把它改成提交。那这个地方我们也给改一下，你的邮箱你如何发现我们。那这下面还有一个这里我们把它改成，这儿我们给它改成谢谢。那这里呢，当客人提交了，我们也要在这个里面呢有一个回复就在这个地方打上谢谢你的反馈。当客人给我们发了邮件之后呢，它会自动回复一个谢谢你的反馈。那或者说呢，你想让它提交了之后呢，跳转到其他的页面，那么在这按钮这里呢，它就会你选中这个按钮，那这里就会有一个链接到页面。我们点一下这边你想链接到哪个页面当它提交这个按钮的时候，跳转到哪个页面，我们鼠标往下点比如说跳转到关于我们，或者说跳转到我们的首页，跳转到联系我们。那么你想链接到哪一个页面，那你就选中哪一个，比如说我跟它跳转到联系我们的这个页面就 OK 了。你如果说有见的有其他页面你直接链接到其他页面也是可以的。后面呢还有一个样式，那么就是这个里面呢，你的文本的字体大小这些字段大小这些边框这些呢都可以改你可以到这里面来进行一个调整。那么再往后面呢，这里还有一个这个动画的效果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效果，比如说这样显示，或者说这样从下往上显示，或者这样显示都可以。你可以选一个也可以选择不选，这样子放在这里不动的它就没有一个动画的一个效果，都 OK， 看你自己怎么设计。好了之后直接把上面的叉把它关掉就可以了。接下来呢，你也可以去测试一下关于我们的这个页面。那接下来呢，那它怎样才会生效联系我们的这个页面？我们可以点击右上角的这一个发布按钮，可以看到它正在
啊，这里发布成功了。发布成功之后呢，这里会有一个链接啊，看一下这里有个链接，点击之后它就会跳转。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试一下啊，看看有人进了这个网站之后啊，到了联系我们的这个页面，那他提交了信息啊，我们点击这里联系我们。比如说我这里输入一下小鱼儿，这是必填的，填一下我的邮箱，这里我填一下测试，这里点击一个提交，可以看到这里已经成功了，已经提交成功了。成功之后呢，你可以去测试一下啊，看一下你的设计有没有设置成功啊，看一下你的邮箱有没有收到信息，收到了就证明了你的表单呢是设置成功的。这个呢就是一个表单的一个设置方式。那下面我们来更改一下你的地址，那鼠标往下拉，右边呢是地图，那左边呢就是一些地址信息。那这里我们选中这个区域，比如说我们要先更改地图，那么我们就选中这个地图，这里编辑地图。那这里你想显示哪个地方的地址，那你可以直接在这里来改。比如说我想在这里显示一个中国上海，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中国上海的地址给它粘贴进来。可以看到它正在那现在就变成了一个上海了。你直接把这里地址改一下，改到一个你想改到一个你的店铺的一个位置。那么你输入地址呢，它会自动更改啊，地图上面就会显示到你输入的地址。它每个这边呢也有一个动画，这个用不着啊，所以我们就不用去管它啊。这边呢信息，这边地址信息你也可以改一下，这边的一些电话啊，你也可以到这里来改一下。这个就是一个联系我们的一个设置方式。那么我们鼠标往上拉，你可以点击这个首页，回到我们的首页。那如果说你还想在你的网站里面添加一个博客功能啊，你想要在里面发布一些文章啊，也是非常简单的。我们直接点击左边这里有一个，如果说你还想在你的网站里面增加一个博客的功能呢，可以发布文章，也非常的简单。我们点击鼠标回到左边，点击这里有3个点，它有一个更多设置，点开第一个呢就是一个博客，我们点一下。可以看到这里呢，鼠标往下拉，这里就是一个开始写博客。我们单击一下，单击之后可以看到，那在我们的页眉的菜单栏这里就出现了博客的一个菜单出现了在这里。接下来呢，鼠标往下拉，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添加新帖子，那么我们就可以开始写了，点击一下。那这个帖子呢，可以看到它会问你这里呢它会问你，你想用一个什么样的语气写啊？可以用一个正式的、中性的或者休闲的，比如说我们选择一个休闲的。那字数呢，你要多少？这里比如说我就要一个800到1000字，博客文章的一个描述。那这里你可以简单给它一个描述。这儿我们可以问 GPT 直接让它给我一个人工智能写作软件的博客描述。我需要写一篇，这直接就告诉他一个 AI 软件的一个博客描述，直接发送给 GPT。如果说你的 GPT 是3.5的，你想要升级的话，那么你也可以升级直接你需要一张国外的虚拟银行卡来升级就可以了描述栏呢也有一个虚拟卡的一个链接大家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因为这里比如说你想让他帮你画一张图给我一张 AI 相关的图片，因为我们做网站难免你会用到很多的图片，这里它就可以看到它可以直接帮我们生成图片。这个就是 GPT 免费版本和付费版本的一个区别这图就出来了非常的简单。你可以直接去用虚拟卡申请一张虚拟卡来升级到这个 GPT-4o 就可以了。那我们这儿把这个博客描述复制一下来到这个页面，把它粘贴进来这里直接就让 GPT 帮你写这里直接就让这个 AI 它直接帮你创建。你也可以跳过自己写也是可以的。如果说你自己写，那就直接帮我写一篇人工智能的博客文章直接让 GPT 帮你写也是可以的。那这来我还用它的 AI 给大家写直接用 AI 来写它内置的就有 AI 直接可以帮我们写了。
那么如果说你对搭建网站感兴趣呢，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并且呢你可以把这个视频保存下来。那么你在做的时候呢，你可以边看边做。这儿小鱼儿用到的相关链接那这个 Hostinger 的链接呢，我也放在了视频下方。写好了这个 AI 写的，那还自动帮我们配了一个图片。那下面人工智能的一些案例看一下这个文章写的还蛮长的。这里呢，你可以看到这个图片呢，你也是可以改的。你选中之后可以编辑图片。比如说我刚才 Midjourney GPT 帮我生的这张图片挺好的，那我直接可以把它保存下来。那保存下来之后呢，我们直接把它来更换它这个图片。这里可以看到替换图片，我点一个上传，把它上传进来，选择它，直接就帮我替换掉了这个图片。那每一个文本也是可以编辑的，可以看你要编辑里面的文本，那你可以直接在里面去写，看一下直接在里面去改都可以。那么你想改标题也可以我们选中这个标题这个区域，选中之后可以看到右边这里出现了一个编辑博客标题，点一下。那文本的大小你可以让它变大也可以让它变小。那么你想要想改这上面的字呢，那就点后面的这个笔你想改其他的呢，你就点前面的这个按钮里面呢，你可以改文本的颜色，它还有一个这个颜色更好，这个颜色能看见，还有一个能见度你想比如说这个作者我不想让它显示这里呢我就把这个作者呢把它关掉。那发布日期我也不想让它显示，就关掉。阅读时间这里我也不想显示，那就把它关掉。OK， 那我就留一个标题在这里，标题我们就再点这个笔来改一下，比如说把前面的把它删除掉，不要就直接提高创作效率与写作质量的一个利器。这里你可以加入一个文章的描述，那这里文章的链接这里你可以把它加一个链接进来。好了之后呢，我们就直接你点击下面的这个保存就可以了。那下面还可以定时发布你可以把这个按钮打开，你要定个时间来发布也是可以的。比如说今天是2月15，你想要2月16号来发布你就可以点一下这里，你来选择一个时间，往后靠也是可以的，不需要那就把它关掉。第二个选择可以看到这里就是一个图片你可以更改这个图片，你点击这里呢，可以点击上传一张图片。那你想把这张图片改成其他的呢，你就直接上传一张进来可以看到这里面你还可以用这个里面的图片还可以用这里还有 AI 可以生成图片。那这儿还有免费图片，比如说我在这里我随便点一张免费的图片，比如说我看一下，比如说这张免费的图片也是可以的，添加到这个页面那它这里就图片就换了。那么后面呢还有一个分类比如说我想把这篇文章给它分个类，那这里你可以点击添加添加一个新分类。那这个我是属于一个 AI 的AI 写作的，那么我就把它这里呢就写一个这样的类别勾选一下，那我就把我的这篇文章呢给它选在这个里面就可以了。好了之后呢，我们就点下面一个保存这里链接呢一定要填一个进来比如说你就比如说把我这个频道链接给它填进来，然后这儿点一个保存。那么它的分类可以看到它在这里呢就已经有了。那如果说以后期的话，你还有其他的分类呢，在这里呢都能看。那么在这个后面呢，你还会看到一个眼睛，那么你可以点一下。那这里呢，如果说你想让这篇文章的开头你不想让它显示在桌面端，那么你可以把这里关掉这里呢它桌面就不会显示，它只显示在我们的手机端，或者说你要显示在桌面端不显示在手机上，你就把手机关掉，那么手机上呢它就看不到这里或者说呢你直接把它都打开了也是可以。那么中间这里还有一个编辑这个我们刚才已经编辑过了。前面这里不想让它显示的，你都可以把它帖子类别这里，如果说你不让它显示，也可以把它关。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它的一个文本大小，你可以调整这里你可以调整它的大小这里一个布局，看一下你想让它偏左或者偏右或者居中这里可以选。那么这儿呢，你还可以给这个标题后面呢加一个背景，那背景颜色可以现在目前它是一个白色的，就是没有颜色。那么你还可以给它加一个图像比如说我在这里给它添加一个图那后面就多了一个图像。那或者说我想给它一个改成一个可以给它改成一个视频也是没有问题。那么它就多了一个背景它还是一个这种视频的这种背景这里你想要替换它呢都是可以的。那么这还有一个它的位置，你可以看到还可以
好了之后，我们就位置这里你可以不用就这样调到中间就可以了，把它关。那么当你的这篇文章写好之后，看一下我们鼠标往下拉现在建站真的非常的方便，可以看到我们刚才正在搭建的这个博客，那么它在这里呢是属于一个草稿状。那如果说你想让它的话你就可以直接把这个眼睛我们点一下它 ，OK， 那现在它就是属于一个公开的状态这篇博客文章呢它就被展现出来了。那这里你可以点击这个博客文章预览一下这个就是我们刚写的这篇文章，点击进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写的这篇文，那么可以看一下原来还有其他几篇呢是系统自动生成的，你可以直接去编辑或者直接把它删除也是可以的。那我们的博客呢它也展现在我们的菜单栏里面可以看到这里呢我们一共呢这里面有4篇文章这里你也可以挪动它的位置看一下，你比如说你也可以你想看哪一篇文那么你可以点到哪一篇文章可以看一下上面有图片，下面就是自动帮我们写的文，点到哪一篇它就会显示哪一篇。那么这上面的菜单你也想要调换一下它的位置也是可以的。我们点击上面这里一个页面导航，我们比如说我们想把博客往前面移，那我们就把它移到这个前面。那么这里可以看到它是英文的，你想改也可以，比如说这里一个关于我们，那你点击后面这里3个点，这里有个从秘密，那么我们给它改成一个关于我们这里你给它一个链接那么进来我这里演示就随便弄一个不要让它空白，然后点一个保存可以看到这里关于我们就给它改成一个中文。那么你要改的话，这前面所有的你都可以来改我们点这个叉给它关。那么当有人你点击这里呢，它会跳转到博客页面，因为我们它会跳转到关于我们的页面。那么如果说你的网站要做一个销售东西那你可以在你的网站里面搭建一个电商网，那么还可以把我们的给它变成一个电商网站，那也是没有问题的。那怎么做呢？接下来呢，我们鼠标回到左边，这里可以看到它有一个像购物车一样的标，那么我们点一下在这里我们就直接点击添加商 OK， 可以看到系统的话它会默认帮我们添加一些案例一些产品。如果说你想要添加自己的产品呢，也是非常简单可以看到这是自动帮我们添加的几款产品。那么你要添加自己的产品怎么添加呢？接下来我们还是回到这里，可以看到管理商店，点进来，那么这里我们就点左下角的一个管理商店，单击一下它会带我们进入到商店的一个后台就是我们的一个仪表。那么无论你想卖任何东西都没有问题我们可以到这里面来添加你的商品，正在加载当中。那这个我们先不管它，我们先把它拆。那么进入后台这里，我们就直接点击这里增加产品。英文不好的朋友你可以把它先翻译一下这里就是一个添加品，那么我们点击进来。那你想卖什么它这上面可以看到它卖的商品有很多它可以卖的东西很多。第一个是实物商品，第二个是多种实物产品，第一个是需要配送或者取件的商品这个是 AI 一个多种实物品。那么这里还有一个数码产品也是可以，还有服务你是做的一些什么专业知识的这些服务，那么还有什么捐赠还有什么礼品卡这些这上面这4种呢可以选。那么这多种实物它就是一次性可以使用 AI 来帮你添加多达10个产品，它可以一下子给你上传进这里我们就点第一个给大家演示实物商品。那么接下来呢，你就来上传你的图片，那这里点击上传图片，比如说你要销售什么产品你就把你的产品呢上传到这个里面。那再来我就直接让 GPT 来帮我生成一张图，这是一个 T 恤套，然后我这里点击一个下载，那有了 AI 就是这么方法。然后我们回到刚才这个页面，这里点击上传图，那么这里呢我先把这个图片保存一下AI 生成出来的图片它没有任何版权所以你卖什么产品呢？你可以把你的产品上传以图生图也是可以。在我们点击上传图找到我刚才生成的这个图，那么这里可以看到AI 呢它可以根据你的图片生成你的产品详细信息。那这儿呢接下来呢你写上你的标题，那么这个标题你可以直接让 GPT 写上这个帮我写 T 恤刀上面这个 T 恤刀的一个标题，让他帮我写一个标题。
OK， 这儿复制一下啊，把标题粘贴进来就可以了。那么标题有了，下面把你的描述写上啊，然后你的定价、你的折扣价啊，这里呢全部编写好了之后呢啊，在这里你可以直接让它帮你生成产品的一个详细信息，可以看到 AI 创建的速度呢，它也是会非常的快啊，它会识别我们的这个产品，根据这个产品来写啊，这里产品描述就已经写好。那么这样子哈，它可以加快我们上传产品的一个速度啊，这里前面这些都有了。那这里图片呢，你可以多上传几张啊，我这儿来演示，那么我就只上传了1张图。那么这是一个标题啊，这下面是一个副标题，那这些我们都可以。好了之后呢，我们鼠标接着往下。那如果说你的商品呢有其他颜色哈，你的有其他的一些尺寸呢，那你这里可以直接在选项这里面给它进行一个添加。那么下面呢还会出现一个标题啊，这里你可以把它写一下。那这儿呢产品分类啊，可以看到你的产品该怎么样分类。那这里呢你可以可以用 AI 帮你生成，那它自动帮你生成一个分。那么这个时候呢，那它就把它分到这个 T 恤工具的这一栏里面去了。这儿全部设置好啊，你的价格改好之后，比如说这个 T 恤刀它的原价是99，那么它的折扣价是59啊，这里可以它的重量这些你可以提一下它的 SK。那全部改好之后，我们就点击右下角这里一个保存按钮。那这个时候它会自动跳转到我们的一个仪表它会跳转到这个产品的这个页面你可以看一下刚才我们上传的这款产品。那这里面所有的产品呢，它都会在这个里面。那下面这些呢是系统帮我们发进来的。那么不需要的情况，你可以点后面的3个点击一个删除，点个确认，删除就可以了。那加上你自己的产品进来。那么产品上架以后，接下来呢，我们需要来设定一下我们网站的一个付款方式。我们点击左边这里有一个settings 设置，然后这里呢会有一个付款，点击一下。那么付款方式我们需要增加一下访客他进入到我们的网站以后呢，设置好了之后呢，我们设置好之后呢，当有访客进来了，他才能进行一个付款。那么这里呢，我们找到了这里一个付款。那么这里付款呢我们先回到这个我们的一个商店的一个仪表。那么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它这里有一个添加款，那么我们这里点击一下来到这个页面呢，在这个设置付款之前呢，我们需要来选择一下地区。那么因为你可以看到每个地区呢，它的一个支付方式也不一样比如说台湾呢，它支持一个 PayPal， 那有的地方它又不支持一个 PayPal。那么 Hostinger 呢，它支持的一个付款方式呢也不一样。当然在这里呢，你还可以手动来添加一些付款方式。那么我们可以看到鼠标往上拉，这里可以选择一个地区比如说你要把你的地区选择，那么这里比如说你选的是美国，那美国的支付方式就有比如说它支持一个 PayPal它还支持一个 Stripe。那你可以根据你的呢如果说你有一个 Stripe 的账号，那么你这里就可以直接点击去连接就可以了。那么我建议大家呢，可以用这个Stripe来进行收款，因为它的一个手续费呢是非常低。那么Stripe呢，它可以付款的方式呢也非常的比如说一个 Google， 还有一些信用卡等。那么它是一个多币种付款它可以实行多个币种的一个付款，非常的方便。那如果说你的国家呢暂时呢不支持 Stripe， 那么小鱼儿呢之前也做过一期视频，那这期视频Stripe 的一个账号注册，如果说你还没有注册 Stripe， 那么你可以来看一下我的这一期视频有详细的讲解如何来注册一个 Stripe 账号。那么这儿相关链接呢，我会放在视频下方和右上角大家可以暂停把这个视频呢先收藏起来。那么回到这里呢，这里连接好你的收款账号之后呢，接下来呢，我们再点击右上角回到我们的仪表。那么呢，就是可以来更新一下你的一个公司信息鼠标往下拉，这里更新你的公司，那么点开在这里呢，你直接点击更新信息。那么这里呢，你输入你公司的名称，那这儿你可以上传你公司的一个 logo 比如说我这儿随意的上传一张这里公司的 logo 填写你公司的名，那么个 logo 就上传进来了。那这里呢还要填写你的一个电子邮箱，那么这个呢最好填写你公司的一个邮箱
那还有你公司的一个地址啊，公司的一个电话。那这里还有你的城市，你所在的州啊，你的邮，那么你所在的国家，这些呢全部都要把它填写好。填写好之后呢，你可以点击这里右下角，这里有个保存的一个按钮。那么接下来呢，你可以来设置一下你的运费。那我们还是点击这里这个按钮，点击一个设啊，这个里面就是设置一下你的一些相关的运费之类的一些信息。那么这里呢，你可以啊，比如说你哪个国家，你可以填写一下国家的一个名称啊，这里填写就是方便你后面自己可以区分。比如说美国，我这儿输入一个。接下来呢，这里国家，这里我们就选择一个美国。那这里选中美国，选好这里我们这里点一个保存。接下来我们就来设置一下运费。那么这里我们点一下这里，它的运费默认这里是你。我们可以给它设置一下，比如说你要发到美国，你要收多少钱？比如说在这里发到美国，我收个10美金。那上面你也可以给它取个名字啊，比如说美国啊，然后这里点一个保存。那比如说我这里呢还可以添加一个选项，然后这里呢，比如说那么我这里写一个免邮，然后这里呢就是0。那么条件啊，这里添加一个条件，比如说呢这里是满199啊，那满199，那它就是不要运费的。这里点击一个保存啊，有一个条件在这里。那么上面呢，我们这里设置了是一个美国，那你在这里你还可以啊选其他的国家，这里你还想要添加啊，比如说一个菲律宾，然后点击一个保存，那么你就可以按照这种方式来增加一个运费。那么上面呢，我们可以点击一个返啊，在这里呢，你还可以创建区域啊，这里你可以再点击创建一个区域。那么这里你可以输上名字，选上国家啊，然后填写相关的一个运费就可以了。那么每个区域呢，它可能运费呢是不一样的。如果说你是做一个在线网站的啊，卖东西的啊这种商城的话，那么这个就是一些基础的一些设置。那么有订单了之后呢，我们鼠标回到左边，这里第二个选项就是你会看到啊，它这个里面呢就会有一些订单。好，接下来我们鼠标点击上面这个，点击返回到我们的后台啊，现在返回到是我们刚才建站的这个网站的一个后台。那么我们的网站在正式发布之前呢，我们需要针对搜索引擎呢进行一个优化。那这个呢也叫做 SEO 的一个优化。那么回到我们的这个网页端来了。那我们为什么要来优化我们的一个 SEO 啊？优化 SEO 呢，才能让我们的网站在搜索呢别人在谷歌搜索的时候呢，才能获得一个排名，才能找到我们的一个商品或者说你的一些销售的东西。那么这个又在哪个地方来设置呢？我们鼠标回到左边这里有3个点，我们点击，然后这儿呢有一个，那这儿有一个常规设置，我们点击一下。这里呢，我们先来设置第一个，点开，那呢你的网站的图标。那么网站的图标也是非常重要的你可以看到，不管你比如说 GPT 呢，它有个 GPT 的这个图标，就是它的一个 logo 头像谷歌呢，它有谷歌的一个图标，可以看一下。然后呢，这个油管油管它也有它的一个这个那么我们呢，你的网站呢也需要一个图标这里直接点击添加比如说这里我上传一张图，选择那这个就是我的网站的一个图标。那么这边你可以看到还有一个颜色的选择。那这图标好了之后，我们这里直接点一个保存。那下面呢，这里呢我们点击这个按钮，这个呢是一个链接预览的一个图形。那么也可以设定一下这里你也可以上传一张图片进来。我这里比如说我随便上传一张进来这里就已经 OK 了。然后这里点击一个保存。那么这儿换成图片也是可以的，就是当这个搜索引擎如果搜索到有显示图片的时候呢，它会默认的，它会帮你显示这一张图片。那么这一张图片呢，它最好的一个尺寸呢是1200×630的一个像素它会显示出来的效果呢会更完美所以说呢，你把这个尺寸呢把它控制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点这个3个点，那我们再找到一个搜索引擎的一个优势 SEO 的一个设置。那么搜索引擎优呢这里每一个页面呢我们都需要优化。比如说这里博客，关于我们联系我们这里每一个页面呢那我们都要对它进行一个优化。那么我们都必须要给它再重新来写一个标题。那我们需要确保就是每一个页面呢都有一个
搜索引擎优化的一个标题，也就是说一个 SEO 的一个标题。那你这里优化之后呢，你就会有更多的机会来获得别人的一个搜索。那么这个页面呢，它会有一些原描述比如说这里你可以看到，这里它会有一个 SEO 的一个标题、原描述和关键词。那我们先从这博客文章开始，你点击一下。那这里呢它可以直接用 AI 帮你生成一个页面描述你的页面描述呢将帮助我们生成相关的一个关键词这儿呢你可以简单文章的一个页面描述刚才博客文章的页面描述。那这儿呢你可以让 GPT 帮你写，帮我写一篇人工智能博客文章的页面描述。 OK， 那这里就然后我们复制一下，那这回到最好是英文我们把它翻译成一个英文。 OK， 这里呢我们就点击下一步，那就是它会帮我们生成一些相关的一些关键词，然后点下一步。接下来可以看到这里页面的一些关键词出来了，那你可以选择你一下子可以看到它是可以选择3个3个选好之后，我们就点击下一步如果说你自己写呢也是可以的你不想自己写了，你就用 AI 来让它来帮你生成也是可以的，但是你需要给它一个描述。那么可以看到现在 AI 呢，它就根据我们刚才的选的一个关键词了，给了我们一个关于这个网站的一个描述，帮我们写了一篇我们网站的一个标题。那里面的话你可以看到这里面SEO 的这个标题它就已经有，然后原描述下面也已经有了，这个里面你还可以来改你可以手动来改，你想添加也是没有问题。那么这儿可以看到它一个 SEO 的一个标题和原描述就有了它里面会包含我们博客里面的一些相关的关键词。那么好，之后我们就直接点完可以看到下面原描述这里页面的一个链接你可以加进来这里一个标题。那我们这个博客页面的一个 SEO 优化就完成了。那么其他页面一样的都是一样的你可以手动去把关键词输入进去，你也可以用 AI 那么直接让 AI 帮你生成这个页面的一些关键词最后它会给出你一个精确的一个标题和原描述大家按照我刚才的一个步骤这里点击然后你给它一些信息关于我们比如说关于我们是做什么，我们是人工智能 AP， 有任何问题可以这个自己不会写还是交给 AI， 然后你还是交给 AI 写一篇关于我们的描述，然后发送给他写的挺长的，复制一下，那么粘贴进来就可以了。点击下一步这里选好，点击下一步这里 SEO 标题出来了，完成。那么每个页面都是一样的方法都是一样的。好了之后呢，我们就直接点击上面这个叉给它关。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的网呢就做的差不多了。但是我们的网站的地址呢，还有一个就接下来呢，我们需要连接到我们的一个域名。那么域名就是我们网站的一个网址那可以看到这个域名呢是非常不专业的。那么正常的域名呢是会有你的品牌名在里面，别人呢也会通过这个来找到我们。但是如果说你一开始呢购买了超过1年的一个 Hostinger 的主机的话，那它会赠那这里你可以看到你购买1年以上呢，它会赠送你1年的免费域名。那么你第1年的域名呢，你是不需要给钱的你可以你从第2年的话，那你就需要自己去续费了。那么域名的话，一般1年的话是100多块钱，那也不是很。那么我们回到网站这里，我们点击这个右上角这里有一个连接域可以看到这里呢它有如果说你没有填写域名的情况下，它会使用一个临时的域名这儿上面你可以看到直接连接你的一个域名。如果你有域名的情况下，你直接连接你的域名这儿我们就点击一下连接域名。那这儿我们去点击连接域名它会跳转到一个连接域名的一个地方。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就是在这里需要你想连接到哪个域名
这里呢我已经有了哈，有了之后呢，我就可以直接填。那么可以看到我已经有一个Hostinger 的我已经有了一个域名。那么我这里就可以直接连。那你也可以把你的你购买了1年呢，你也把你的免费的域名呢直接把它填到这个里面。那这个域名呢，它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个域名啊，你这个网站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个网站这我就直接点击一个连接，然后点击下一步。那么这样呢，你就有了一个专属你的一个域名。那接下来要做的呢也非常的简单哈，你把你的网站所有内容改成你希望的一个内容然后到这里来，恭喜你那你的网站就已经完成了。那么你就可以点击上线。那么这里呢，你也可以挨个检查一遍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那么你的网站就可以上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回到 Hostinger 的服务器的后台我们点击左边呢有一个主可以看到这里有个邮箱点。那么这上面有一个设置你的免费电子邮箱服务，这里我们点一下设置。那这里的话你就选择你的域名，那你想可以点一下倒三角。那么这里呢，你可以想一下你想用一个什么样的域名作为一个你想用什么样的域名作为你的后缀来设计你的一个电子邮箱。那么你选好之后下面呢点击一个确认就可以了。那么点击确认之后呢你可以看到这有一个0元免费的，有个3.99的，有个21.99，一共3个套餐。那么这里免费账户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呢有1GB 的一个储存空间它有一定的限制可以看到有的它是不支持。那如果说你后期有需要的话，那么你可以选择后面的付费的或者更高级。前期的话建议大家你就使用这个免费的就可以了。那么这里可以点击一个选择。那选择好之后呢，接下来呢填写你的一个电子邮箱输入你的密码，那么按照它这里的一个要求来设置一个密码就可以了。OK 用 Hostinger 的 AI 来快速的教大家来如何来搭建一个网站只需要更改里面的相关内容就可以。那么现在很多朋友零基础了，那你非常适合用这种方法来搭建属于你自己的网。最后呢，你还可以看一下它手机端的一个效果可以看一下手机端的一个效果。那么没有问题，那么我们的网站呢就制作完成了。那如果说你有任何问题了，那你还可以在下面给小鱼儿留言，那你也可以加入小鱼儿的知识星球，相关链接呢我已经放在了视频下。那么如果说你想使用 WordPress 来搭建一个网站呢，也是没有问题。那么小鱼儿之前这里也给大家讲过一个3小时的 WordPress 建站的一个新手教程。那么哪怕你是一个小学生呢，看完我的这个视频呢，那你都可以轻松上手搭建属于自己的网站建议大家来看看我的这期视频。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